什么？这个结局竟然让读者不满意到跑去洗低漫画的评分，甚至当时在韩国还一度炎上啊！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 Lucas， 这里是 Lucas 斯曼。这支影片接续上一支影片的内容，讲述我的女神室友斗娜原著漫画中，元俊和斗娜开始交往之后，分离又再相遇的故事。那还没有看过上一支影片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那么元俊和斗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马上来看。时间拉回到当年，元俊和斗娜因为上一次讲到市长的事吵了架，又和好之后，元俊带了斗娜回家，他的家人很喜欢斗娜。斗娜还说了许多自己喜欢元俊的地方，而在他们之后回家的路上，斗娜有感而发，说着自己总算明白元俊为何会成为这么好的人。那一晚，他告诉了元俊他自己过去的故事。我想这也代表斗娜渐渐打开心房，将自己托付给了对方吧。而接着迎来了圣诞节，元俊很用心地准备了斗娜想吃的贵桑桑的蛋糕，而且他们还打算要出去外面过夜庆祝。我只能说，元俊他完全沉溺在恋爱的幸福当中，他甚至还一直想要大喊说，叫世上所有人都全部给我去谈恋爱，去变得幸福吧。不过万万没想到，意外来得太突然。这天下着雨，元俊买完蛋糕回家，看到金珊瑚在家门前哭着讲电话。谁知道他讲电话动作太大，一不小心就把元俊买的蛋糕挥到了地上。元俊想要跟他理论，却滑了一跤撞到鼻子。之后元俊因为要开刀，导致他跟斗娜没有办法如期出去玩。总之圣诞节的一切都泡汤了。元俊就这样躺在斗娜怀里，觉得没能过圣诞节实在是太可惜了。然后两人就开始一起骂珊瑚。毕竟什么事情能够让人们团结起来，就是当你们有共同敌人的时候，一起抱怨，一起骂。而在这之后，有一天长发男允泽哥找大家一起去元州老家玩，没想到大家去了才发现是被他骗去整理他的老家。但这一趟旅程呢，大家还是玩得很开心，晚上也喝了酒。接着元俊和斗娜两人一起来到附近的山上，在这个下着雪的夜晚，两个人给了彼此珍贵的告白。不过因为斗娜总是觉得自己身边的人都一个接一个离开了，所以她也害怕着元俊总有一天会离开。最终他们两人许下了绝对不会离开对方的约定。好笑的是，元俊甚至还说了不知道他们的大女儿以后应该要叫什么名字。之后斗娜提到了珍珠即将出国的事，所以元俊决定到时候一定要给珍珠办一个欢送会。从元州回来后，两人继续过着甜蜜的生活。但在那时大块头秀珍因为闯了祸，所以要提早入伍，而暗恋元俊的一洛也为了让心情不要再被他们影响，所以搬回了宿舍。结果最终珍珠的欢送会还是没有办成，最后只好斗娜和元俊两个人自己到机场去送珍珠。送完珍珠后，两个人牵着手一起回到家。没想到这时市长就站在他们的家门前。斗娜一看到市长，竟然差点就飞奔过去，幸好元俊下意识拉住了他的手。但市长这时走了过来，还摸了摸斗娜的头。斗娜竟然突然就溃堤了，说着当时不是要他等他1年就好吗？说他这2年都在等着他，这让元俊顿时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介入的空间。他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于是他找市长两个人单独去聊聊。聊的过程当中才知道他们之间真的并没有什么，真的就是如同监护人的角色。但是市长也提到斗娜应该是把他当成回到演艺圈的门票了。市长叫元俊告诉斗娜这一段情间请安静的交往，分手也不要张扬。而这时元俊就瞪大眼睛说着他们才不会分手。市长就用一个很讥讽的表情回答道，那大概跟精灵、幽灵还有前世恋人存在的可能性一样低吧。哇，实在是很羞辱人啊。在这之后元俊就开始生闷气，都不理斗娜。这一天他们终于说上了话。元俊说他会这样是因为觉得斗娜当初说他一点都不想见市长是在骗他的。斗娜就突然滴下眼泪喊道，你这个骗子，我们不是约好不会怀疑对方了吗？元俊害斗娜哭了，才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过于敏感。所以之后元俊主动找斗娜讲开，告诉他那天他和市长聊了什么，以及他害怕着因为斗娜会回演艺圈，所以陪他走到最后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市长。但斗娜却说了他才不会回演艺圈，为什么市长会这么说？他真是个疯子。接下来时间来到元俊当完兵读完大学之后，这时的元俊留了长发，还仍然深陷在失恋的低潮当中，但朋友们都不敢过问他跟斗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天一罗和元俊约在一起喝酒，一罗打算灌醉元俊，让他说出自己内心的伤痛，好让他自己能够好过一点。另一方面也是一罗他自己也很好奇啦。于是喝醉的元俊终于说出了当年所发生的事。当年包含长发男、金珊瑚也都纷纷离开 share house 之后，他们度过了一阵子甜蜜的2人生活。
不过这天袁俊打算跟斗娜讨论他接下来要当兵的事，斗娜说了他会等他的。不过斗娜自己最近在想着要不要退学，回到演艺圈去工作，因为近期他开始在跟蒲市长谈签约的事。结果袁俊反倒问为什么这么重大事现在才说，但斗娜其实是因为之前袁俊曾经跟他说过不要在他面前提起蒲市长的事，所以斗娜才拖到现在才说的。总之这阵子他们开始变得比较常吵架，因为只要谈到市长，袁俊就很爱在那边有被害妄想，在那边发神经的。但总之最后他们还是和好了，两人坐下来好好讨论关于斗娜想要退学的事，但袁俊却叫斗娜不要退学。他问斗娜不觉得上学和大家玩在一起很快乐吗？但其实袁俊根本就是自私的，不想要自己当完兵回来，女友已经出社会赚钱。袁俊根本太看重自尊心还有男人的面子。总之斗娜还是被袁俊动之以情的说服了。所以在这之后袁俊就去当兵了，而斗娜一开始也都有固定和他联系，但不知怎么的有一天斗娜就这样消失了。而拉回到现在，一洛听完这些想说不就是兵变吗？有至于这样难过这么多年吗？有至于讲这么长一个故事吗？不过隔天袁俊也根本忘记自己说了这些。在这之后袁俊得知了斗娜要回到母校明松大学校庆表演的事。虽然袁俊那天和教授有约了，不过没想到和教授的约临时被取消，这也让袁俊能够在斗娜不告而别后有机会再见到她一面。因为其实袁俊心里一直有些话想对她说，但去到现场时袁俊却已经错过了她的表演。他喊着李斗娜，却也没人回应，反倒是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转过头来，原来是大块头菊秀正。在这之后，菊秀正听了袁俊的故事后，便说到自己要报答袁俊对他的恩情，因为都是多亏袁俊才让他能够彻底改过，还开了一间餐厅。于是袁俊就这样透过菊秀正获得了斗娜粉丝见面会的门票。袁俊到了签名会时，拿着人形立牌给斗娜签名。袁俊用人形立牌挡着自己，他问到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道菊秀正。斗娜便接着笑着说他才不是菊秀正。接着两人就聊起了菊秀正，但讲不到几句话就必须得离开换下一位粉丝了。不过袁俊并不是毫无收获，他离开后才发现斗娜特别在人形立牌上留下了自己的号码，还写下了谢谢你。这一晚袁俊打给了他，两人便相约之后找一天出来见面。几天后袁俊再次约一洛出来，高兴地说着这一件事。看到袁俊讲到斗娜就洋溢着笑容时，一洛也克制不了自己的挖苦袁俊。他说前男友分手后要求见面的话真的很糟糕。袁俊也说他都知道，但这都是因为他想要和斗娜好好画下句点。时隔多年，两人终于见面的这天，身为巨星的斗娜还乔装打扮了一番。袁俊发现斗娜魅力依旧，两人开心聊了聊近况。接着袁俊非常突然就来了一句，可以问你为什么没联络我吗？哇，直接直捣正题。斗娜则说了，就只是生活过着过着就断了联系。听起来是一个很敷衍的回答，但斗娜接着说，她记得袁俊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如果亲近的人不告而别，一定会很悲伤的。所以如果要好好整理一段关系，就要好好的说清楚才能结束。这大概便是斗娜今天约了袁俊出来见一面的原因吧。两人喝了酒，也更新了其他人的近况后，准备道别。没想到互道保重后没过多久，袁俊突然鼓起勇气，将自己内心真正想说的话说了出口。他向斗娜道了歉，他觉得自己当初鼓励斗娜不要退学，限制了斗娜的发展是多么自私的一件事。说完他就转身逃跑，没想到他却又跌了个狗吃屎。袁俊想说天哪，也太丢脸了，但往后一看，斗娜却是一脸震惊呆滞的神情，似乎有话要说。所以袁俊往回走到斗娜面前，原来斗娜从来没想过袁俊会道歉。说到道歉的他，这时才真正吐露当时他自己会不告而别的原因。其实当时袁俊在军中时，斗娜正在打官司。那天斗娜突然收到自己被前经纪公司提告求偿的通知，所以她气得跑去找公司代表理论。因为她记得当时她自己明明就有协调好，以不签其他经纪公司为条件，就可以不用付违约金。但代表告诉她，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是两码子事。他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告诉斗娜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当初离开有多么不成熟，他害了多少人的心血和努力白费，他害了多少人没了饭碗，还公司赔了多少钱。他责备斗娜不敬业的态度，并走上前对他说，你应该要感到羞愧。最后他还祝他每晚都被羞愧和孤寂笼罩，痛苦到辗转难眠。没想到代表所说的话真的应验，斗娜独自一人面对这一件事，睡不着吃不下，每一天晚上都被噩梦缠身，还得依靠安眠药来助眠。
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对元俊说这件事，因为他害怕就连元俊也对他感到失望。他们每一次通电话的时候，朵娜都失魂落魄的，甚至朵娜没有再像之前一样周末去军中找他，这也让元俊觉得很奇怪。但朵娜根本无暇去顾好他们的关系，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元俊当时的怀疑。元俊在朵娜最无助、最渴望他陪在自己身边的时候，问说他该不会都在跟蒲市长见面吧？朵娜顿时感到心灰意冷，但也没有力气去跟他争执了。庞大的压力加上元俊的怀疑，让朵娜终于去求助了市长。市长也告诉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向代表道歉，并且重返演艺圈。在市长温柔的鼓励下，朵娜深刻明白舞台以及观众的肯定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最后他决定还是照着市长说的做。不过市长还叫朵娜分手，但他却完全不想。朵娜说他身边没有几个人能够依靠了，他没有自信能够独自走过这个过程。市长便大骂，叫朵娜不能再这样随心所欲了，还抛下一句不要再让我感到失望，这让朵娜痛苦万分。他不明白自己怎么总是让人感到失望，于是朵娜之后就来到公司道歉，并签下了新的合约，顺利解决了这件事。但其实他根本不打算分手，他希望瞒着公司和元俊偷偷联络，但因为他和经纪人姐姐住在一起，时时刻刻被监视着，他也无法时常和元俊保持联络。就算联络了元俊，他也是经常用挖苦的口吻问说，这么少联络是不是因为蒲市长啊？而那时的朵娜身心俱疲，只能努力让自己好好活下去。她根本没有力气去和元俊争吵，或者是说明这一段她觉得很丢人的现况。她也无力去维系或好好结束这一段感情，所以她才这样渐渐失去了联系。而时间拉回到现在朵娜哭着说完当年的事情后，她说道，其实她对元俊并没有感到多抱歉，毕竟她也是把他推进泥沼的其中一个人。但朵娜觉得当年用这种方式分手实在是太遗憾，太令人心痛，所以她很谢谢元俊先来找她，先和她道歉。她边哭着边说着谢谢你。朵娜觉得自己现在才终于把她心中隐隐作痛的伤口清理干净，因此两人就这样把心里的话讲开。但是听到这些后，元俊一方面感到抱歉，另一方面却发觉自己仍然为朵娜而感到心动。在那之后，元俊和伊洛再度聚在一起喝酒。他在伊洛面前说着上次和朵娜见面到现在的故事，朵娜来啊，朵娜去的。可想而知，这在喜欢元俊的伊洛面前听起来有多么的刺耳。伊洛就这样忍不住说出为什么元俊一点都没有发现他的心意。明明他在别人面前总是懂得察言观色，为什么在自己面前却是如此的迟钝？话说到一半，伊洛就逃了出去，留下元俊在原地。隔天元俊来到伊洛家，伊洛装傻着说了昨天很抱歉，但他说的是他在公司所发生的事。元俊就白目的说啊，幸好是这样，原本他自己还担心伊洛如果喜欢他的话，他要怎么办嘞？哇，真是很白目。伊洛顿时觉得他根本就是在拐着弯拒绝他。伊洛也是情商很高，故作镇静的摊牌说，你是在拒绝我对吧？并且说就算被拒绝了，但以后还是要以朋友的身份继续一起喝酒哦。EQ 也太高了吧。元俊还向伊洛说了抱歉，自己好像总是都跟伊洛讨论自己的恋爱问题，还说这都是因为伊洛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处起来很自在又善于倾听的好朋友。是不是这句话再次让伊洛受伤？因为伊洛根本没有一次觉得和他待在一起，和他相处是自在的，他每次心脏都无法控制的乱跳，每一次都感到紧张负担，而且更害怕自己不停在暗恋中受伤。这一晚伊洛哭得稀里哗啦的，诅咒着元俊就这样继续痴心爱着朵娜一辈子吧。而另一边发现伊洛心意的元俊却是更加明白自己只为朵娜而行动，自己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豁然开朗的他决定马上打给朵娜，但朵娜却是冷淡的回复说自己在工作。而在这之后，因为珍珠回国，所以大家见了一面。元俊和珍珠说着自己有多么想见朵娜，还问到是不是他们再一次复合的可能性就跟世界上有精灵的可能性一样微乎其微呢？而珍珠告诉元俊，人是会变的，但关于精灵的存在或许就只是想法的问题吧。他说相信精灵的人就会活在有精灵的世界，而不相信精灵的人就会活在没有精灵的世界。元俊再次明白珍珠就是这样温暖的一个人而时隔上一次校庆见到朵娜的1个月之后，等待已久的联络终于来了。朵娜发了一则新年快乐给元俊，他却又马上收回，这让元俊再次燃起了希望。元俊想到珍珠所说的，
他选择一厢情愿相信这是一个有精灵的世界，于是他还偷偷跑去向精灵许愿。结果他还真的在去济州岛做研究的时候遇到了斗娜，于是元俊硬是拉他去吃饭。但斗娜其实有点想拒绝，但却又半默许他这么做。总之，他们吃完这一顿饭回到饭店，元俊心想着他一定要挽留她，因为这可是精灵给的机会呀。他便直接很硬要的告诉斗娜，明天9点大厅见，来去约会吧。他便离开了。不过这却只是元俊死缠烂打的开始而已。在这之后啊，元俊整整待在斗娜住的饭店1整个礼拜，每天都去饭店大厅等着，等到连饭店人员都知道这一号人物了，却还不罢休。不过皇天不负苦心人，最终斗娜还是被元俊堵到了。他得知元俊天天都守在这里，脸也不由得害羞泛红。隔天这场约会才终于正式成型。他们去摘了橘子，去钓鱼体验，还去看了山茶花，2人久违的待在一起。元俊不改以往开朗爱闹的个性，不过比起当年斗娜更加主动，现在则变成了元俊不断丢球讲情话，做了好几波的撩人攻势。可见元俊是如此迫切渴望这段关系能够失而复得。斗娜也都没有明确拒绝元俊，就这样不自觉的慢慢开始享受起了这一天的约会行程。而晚餐前啊，他们来到某处的堆石塔许愿，元俊闭上眼许下了愿。斗娜问了元俊他许了什么愿呢？元俊说是秘密。斗娜也接着闭上眼，开始许下他内心衷心期盼的愿望。时间过了很久，他才张开了眼，这让元俊也十分好奇。但2人始终没有让对方知道自己许下了什么愿望。最后，他们来到一间名叫夏威夷的餐厅。元俊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曾经说要一起去夏威夷的约定。元俊说真希望有一天能带你去真正的夏威夷。斗娜这时不止心动，她的内心还揪了一下，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2个人就在这里吃了晚餐，点了酒。元俊决定要在这一晚冲一波，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在有着眼前的美景的绝佳氛围下，他把手移到了斗娜的手上。但就在这时，斗娜正式拒绝了元俊。他说他以为自己可以和元俊当朋友，但对朋友他不该这么心动才对，所以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斗娜有一个圈内的男朋友。他说他们已经交往了6个月，这是和元俊分手后交的第1任男朋友。晴天霹雳呀！这个消息让元俊猝不及防，元俊赶紧收起自己的心意，2人就这样离开了餐厅，准备回家。没想到遇到了大雨，元俊还因为心情受到影响，一个不注意，车子就撞到了路边。最终他们叫车回到饭店，而且其实元俊根本就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离这里车程更远的地方。他只是为了遇见斗娜才每天都来的。元俊告诉斗娜说他今天玩得很开心，并说了声谢谢。接着在他打算就这样离开时，斗娜就叫他留下了。斗娜看天气这么差，他又住那么远，所以叫元俊就去他房间待着吧。上楼后，元俊进到浴室里头，打开了莲蓬头的水，盖住他自己哽咽的哭声，脸上哪一道才是自己的泪水也早已分不清。接着斗娜进去了浴室，他也同样打开了莲蓬头。而在这之后，2人喝着酒，聊着聊着，酒意上了头。斗娜提到了元俊以前总是在思考的问题，关于他们的大女儿究竟要叫什么名字。而正因为以前元俊总是笑着和斗娜说自己所向往的2个人幸福的未来，所以斗娜说到这时让元俊感到多么不舍，多么心痛。斗娜还道了歉，说着是他打破了他们当初的约定。元俊也故作坚强地说，都是他们当时太过年轻，也说着自己现在已经在好好整理自己了。不久后，斗娜又主动提起了她自己今天约会的感受。她说她感觉到她的心好痛，却又仍然为元俊而动心。元俊这才明白，原来他这次其实绝对有机会挽回这一段关系。毕竟斗娜保持着同样的心意，但考量到现实与道德，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实总是这样充满着无奈跟身不由己。而2人这晚就这样喝着酒睡着了，而元俊也做了一场美梦。他梦见他去当兵以来的生活，斗娜都不曾离去。斗娜兼顾了爱情跟自己的演艺事业，元俊也没有想不开去读硕士。他们2人终于一起去了夏威夷，而元俊就在这里向斗娜求了婚。但可惜的是，他心中所刻画的这个与斗娜的美好生活，仅存在在这个梦中。隔天2人互道保重，元俊像是最后一次见到斗娜一样语重心长的道别，便去搭了飞机。但在元俊上飞机的前一刻他仍然沉浸在失恋的情绪当中。他不想要他们之间美好的时光就这样渐渐逝去。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正喊着他的名字，转过身来才发现
是斗娜跑了过来。原来斗娜去买了自己的专辑给元俊，她叫元俊一定要听这一张专辑，还笑着说干嘛要一副再也见不到的样子。她相信尽管不是现在，但以后他们一定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元俊是她所见过最棒的人之一。斗娜不断挥手道别，直到元俊离开。在这之后元俊在飞机上打开了这一张专辑，没有想到斗娜把只有他们俩所知道的故事都记录在歌词的字句当中。元俊深刻体会到那个时期的自己对斗娜有多么特别，明白自己谈了一场多么美好的恋爱。他们之间所留存下来的不再是那些曾经的争执、猜忌或是痛楚，而是这些只存在两人心中的美好回忆。这刻元俊才终于对这一段逝去的恋情有所释怀。几年后 Share House 的大家聚在了一起，这次的聚会是珍珠找大家来的。他现在和斗娜是彼此要好的朋友。珍珠拿出了斗娜给他的演唱会门票，邀请大家一起去看。而这时的元俊已经和一洛走在了一起。一洛和元俊约好了两人要一起去看斗娜的演唱会，毕竟斗娜已经是当红巨星，元俊也早已释怀，一起去看看朋友的演唱会又有何不可呢？不过元俊却因为临时有一个企划申请的面试而没有办法参加。好笑的是在元俊告诉珍珠和一洛之后，他们两个人还感到很抱歉，因为他们以为元俊是因为心里还过不去那道坎，所以才瞎掰一个理由不去的，但根本就不是但元俊认真告诉他们事情后，他又决定感觉可以试着先去演唱会，再赶场去面试。结果演唱会当天实在是天不从人意，路上还是塞车。这时元俊久违的打给了斗娜，告诉他自己因为要赶去面试，所以没有办法到，还顺便抱怨了一下大家以为他还有失恋创伤的事。斗娜笑着说好啦，他会打声招呼跟珍珠说一声，并补上一句我会跟他说元俊因为忘不了我，所以找借口不来看演唱会，实在是非常调皮。而这通电话中两人就这样谈笑风生。元俊也向斗娜说他自己会为他加油打气的，因为他是斗娜的粉丝斗娜露出满足的微笑，回复道谢谢你。就这样，这一段元俊与斗娜的故事画下了句点。接下来后续的篇章是在结局后补述元俊是如何和一洛走在一起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 LINE Webtoon 上面观看，这边就不多赘述了。另外有一些小小的心得感想，我放在留言区。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我是 Lucas， 我们下次影片见。